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宏恩老师。今天这一集呢，其实大家敲碗蛮久的啦但是因为前阵子真的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来录。那今天主要这一集的影片要来跟大家说明的是老师之前介绍过的一间英国监管券商达尔文，他们的一个达尔文投资计划。那这个投资计划呢，包含一样会跟两个我们之前提过的身份有关，一个是交易员，一个是投资者。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当大家进入到这个达尔文的官方网站的时候，你可以从右上角去切换英文或中文。那要注意的是，他们的中文是他们自己用软体去翻译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怪怪的。我建议英文看得懂的话，你还是看英文比较好。但是今天的影片为了讲解，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中文。当你进到达尔文的首页，请你往下滑动，你会一直滑动到有一个叫做为你的成功获得报酬，然后它的一个种子资金叫做达尔文 IA。达尔文 IA 就是达尔文这间公司针对你的交易员账户来去投资你。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达尔文这间公司的真实账户，然后你的交易绩效是很好的，那他们就会用他们公司的资金投资在你的账户之上。那他们要投资你的账户一定会有相当的标准跟要求，还有投资期间。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往下你会看到有一个按钮叫做认识达尔文 IA，请点选这个认识达尔文 IA， 进去之后它会开始说明达尔文是怎么投资你的交易账户。那这边你选择从这里开始，进去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排行榜。在排行榜的部分，老师先跟你说明一下，左上角你会看到有达尔文 IA 的 Silver， 也就是达尔文的银牌，还有第二个叫做达尔文 IA Gold， 也就是达尔文金牌。银牌跟金牌的两边都分别会有交易员的排名，然后你会发现银牌跟金牌的交易员排名还有数量人数是不一样的。那这两者是不互相干扰的。它的评比方式就是，如果你先取得银牌，然后你接下来的交易又能够符合他们金牌的要求水准的话，你会直接从银牌晋升为金牌。这个金牌跟银牌的差别之前的旧影片有说明过，但是我在今天的影片会再重新说明一次。我们先来点选银牌的部分，你会看到有6850个交易员，然后现在的第一名是谁，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是谁。点到金牌之后呢，你会看到有173个交易员。那这173个交易员跟刚刚的6000多个交易员不是重复的，也不会重叠，因为它是从银牌晋升上去。你要先有这个概念。那金牌的部分你也会看到173个交易员里面的排名，它最主要的差异在哪边，我们可以透过这里叫做什么是达尔文 IA 来去看。首先跟各位说明，第一个，达尔文 IA 是他们每月的资本分配计划，这里的资本分配计划就是达尔文公司投资你的交易员账户，然后你会透过达尔文 IA 的计划取得来自达尔文的经常性投资资金，也就是简单讲，你合法帮达尔文这间公司代操。那他们的分配方式就会跟刚刚我讲达尔文银牌、达尔文金牌有一些差异。第一个，连续3个月维持分配，指的是达尔文银牌、达尔文银牌。那底下有个括号写达尔文 Gold 为6个月。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本身是银牌的交易员，然后你的排名是有到他们的标准，他就会连续投资你3个月。这里的连续投资你3个月，它是每一个月去结算你的绩效。每一个月去结算你的绩效。当他第一个月结算的时候，你的排名有到，那他就分配给你，比如说3万块美金。那这个3万块美金你可以用多久呢？你可以操作3个月。他的意思是这样。那当下一个月又重新排名之后，
你可能一样又符合标准，你又拿到3万块美金，那这3万块美金你又可以再操作3个月因为我觉得这边应该有很多人会听不太懂。如果你在第1个月的时候拿到一笔3万的资金，那这一笔3万的资金你可以持有它操作3个月，那第1个月结束之后它会做第2次评比，如果你又拿到第2笔资金，那你就一样又可以用这笔资金第2个3万再操作3个月，第3个月如果你又拿到一笔资金又符合他们的评比标准，那你就会又有一个3万连续让你操作3个月。好，那接下来如果你到第4个月又达到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第1个月的这一笔3万块已经在这边就结束了，所以这一笔资金就不能再操作了。可是你在这边又有拿到符合评比的要求，那你这个3万块就一样可以再继续操作3个月。好，所以他这边连续3个月维持分配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每一笔资金拿到你可以操作3个月的意思。那达尔文购为6个月的意思，如果你从银牌晋升到金牌，它一样是每个月去评比你的操作绩效，如果评比完之后你有拿到他给你的资金，你在达尔文金牌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个3个月延长变成6个月，这样懂意思吗？也就是这6个月你都持有这一笔资金，所以你可以发现这3笔资金或者说这4笔资金它是会有一个重叠期，比如说像这边就重叠，像这边就重叠那这边因为第一笔已经结束了，所以它只有这边重叠。好，那如果你每个月的绩效都可以表现得很好，那你的重叠的效应就会很高。这个3万块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因为它有可能会变高，甚至于有时候会没有。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我们点达尔文 Silver 你这边可以看到，如果你是当月份的第1名，他委托给你的操作资金是37万5千欧元，所以就不是3万块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我们分配到多少，或者是这一个交易员他怎么样被分配的，你就可以从右边这里去点选分配，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交易员在4月份的时候，2024年4月份的时候，他被分配到4万块欧元，因为他是第159名。他在5月份的时候又被分配到3万块欧元，因为他是第378名。6月份的时候他被分配到3万欧元，他是463名。到了7月份的时候他被分配到22万欧元，因为他是第4名。所以就代表他4月份的这个4万欧元他可以用3个月，5月、6月、7月，然后5月份的这个3万欧元他可以用6月、7月、8月，6月份的3万欧元可以用7月、8月、9月，所以7月份他拿到的22万欧元他可以用8月、9月、10月。那往下我们可以去看到他的总资本分配，总资本分配的意思就是从最一开始他拿到的资本一直到现在达尔文总共投资他多少的资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有32万欧元，但是当前分配就会去扣掉过期的投入资本，所以他第一笔的这个4万其实已经被扣掉了。那他现在当前的分配就是目前达尔文这间公司投资他多少资金。那这边大家有没有很明确？好，然后我们同时来看一下达尔文 Go。 达尔文 Go 跟达尔文 Silver 最主要的2个差异，第一个差异就是它的最大分配的资金比较高，从刚刚的37万5千欧元变成50万欧元。再来我们点选分配，你可以看到这个第1名的 ELX 它的每一笔的分配，像这笔他拿到的5万5千欧元的投资，它就会比刚刚的达尔文银牌多3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去年的12月拿到的投资，他可以用6个月，也就是今年2024年的1月、2、
3、4、5、6，它可以用到6月份。好，那它在用到6月份之前，这边又多拿到一笔75000，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目前来讲，它的总资本分配在10月份的时候有25000，在12月份的时候有55000，所以这边就是8万了，然后再加上这个75000，所以就是155000欧元。那它总资本分配就是155000欧元，但是因为它有2笔已经过期了，所以它现在剩下75000。所以金牌跟银牌它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最大分配的资金金牌比较高，是50万欧元，银牌的最大分配资金是37万欧元，然后银牌拿到的分配你可以用3个月，金牌拿到的分配你可以用6个月。好，这是两者在分配上最主要的差异。那这两者的评比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呢？有，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点选到什么是达尔文 IA， 我们往下看，在排名的部分，达尔文的银牌，它的评比是包含你当月，也就是目前结算的这个月的报酬是多少，然后前5个月的累积报酬是多少，还有前6个月的最大损失是多少。这边是它的一个达尔文银牌的评比方式。那如果你的银牌的分数够高，达到它的评鉴标准，你会自动跳到金牌。当你跳到金牌的时候，它这边告诉你，你的达尔文中长期证明足够稳健，你就晋升到第2级达尔文金牌。达尔文金牌在分配资本给你的时候，它就只会考虑你的月回报，它不会去考虑你的前5个月累积回报，也不会考虑前6个月的最大损失。为什么呢？因为能够晋升到金牌的，一定是前5个月的累积回报，还有前6个月的最大损失都符合标准的情况之下，才会晋升到金牌。所以一旦晋升到金牌之后，它在分配资本给你的时候，就只会考虑你的月回报。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变成银牌的时候，你的投资报酬率跟风控都很重要。当你的风控控制到一个程度，而且符合达尔文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晋升到金牌。一旦晋升到金牌，就代表金牌的交易员，刚刚我们看到的173位，所有人的风控跟累积回报都在一定水准之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针对这173个交易员做评比排名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考虑到它的累积回报跟最大风险，我们就只考虑谁比较会赚钱。所以你可以说达尔文的金牌的交易员比达尔文的银牌厉害，因为他是从银牌晋升过来的。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牌的交易员在排名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前5个月累积回报还有前6个月最大损失的原因，因为他一定是在累积回报跟最大损失都有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他才会晋升为金牌。那底下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刚刚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它怎么分配给你最高多少金牌是50万欧元6个月，然后如果你连续6个月都有达到评比标准的话，就代表你每1个月都有50万欧元嘛，那持续6个月你就会有300万欧元的资金是达尔文公司投资给你的。那当然这个有难度啦，等于是你每1个月的评比都要第1名，而且连续持续6个月。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代表你的交易绩效真的很好，而且很厉害。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先暂时介绍到这边，下一集的影片呢，会来再跟大家做进一步更细致的达尔文 IA 的投资者，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挑选一个好的交易员。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